在这个看似被人类主宰的星球上，一场无声的生存战争从未停歇。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动物伙伴，那些被视为风景的野生动物，随时可能展露出令人胆寒的另一面。这不是虚构的恐怖故事，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现实。全球每年数万人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死在动物手中，被蟒蛇活吞，被鳄鱼撕碎，被鲨鱼拦腰咬断。更可怕的是，有些杀手就藏在你身边，温顺的家猪，饲养的火鸡，甚至你亲手喂养的宠物蛇。本期视频重点来讲讲10起动物伤人的猎奇事件。有的动物符合大众印象，凶残嗜血，迅猛无比，在人类居住地引起了几十年的恐慌。有些动物看着老实巴交，良善可爱，但在背后却会狠狠地捅你一刀，让你防不胜防。准备好重新认识你身边的动物世界了吗？这不仅仅是一系列惊悚故事，更是一面映照人类傲慢的镜子。当你看完这些真实案例，你对人与动物该如何相处或许会有新的认知。2017年3月25日深夜，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一个偏远的村庄，一位名叫努尔的年迈老头起夜上厕所。在贫穷的村庄里，家里有厕所的人家很少，大家上厕所一般都会到屋后的棕榈林子里解决。努尔颤颤巍巍地走向屋后棕榈林，随便找了棵树就一泻千里。等解决完个人问题，正准备返回的努尔却听到了一些动静。棕榈林深处仿佛传来了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还伴随着悠悠的呜咽声。这些声音断断续续地随风传来，努尔侧耳仔细辨认，但又只听到风吹动棕榈叶子的声音。他认为自己睡懵了，把风声听成了有人在哭的声音，于是他没有在意，便返回了屋子继续睡觉去了。26日清晨，努尔是被一阵吵闹的声音惊醒的，村民们四下奔走，相互讨论。努尔起床出门，在邻居的转述中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村子里一名叫做阿克巴尔·萨鲁比罗的25岁男子失踪了。努尔也见过阿克巴尔，这是位不错的小伙子，为人勤劳善良，还是2个孩子的父亲。阿克巴尔在25日下午出发去棕榈林里割棕榈油，但是他在傍晚并没有回家，家人以为他深夜才会回来，结果过了一夜也没有他回家的动静。家人着急忙慌出门，在村子里找他，于是村民们组织起寻人队伍在棕榈林里找他，可找了一整天也没有发现，于是他们只能报了警。有了救援人员的加入，搜救方向也就更加明确了。他们在阿克巴尔经常去的棕榈林里寻找，找到了他的镰刀，地上还有一些被拖拽的痕迹。搜救队和村民扩大了范围，在努尔家附近的棕榈林深处发现了可怕的一幕：一条长约7米、犹如成年女子大腿般粗的印度网纹蟒盘在草丛里。这条网纹蟒的腹部异常庞大，它拖着巨大的肚子，行动缓慢，看到人来了，慢吞吞地蹭着地想要逃离。一个不妙的念头在所有人的心里升起：阿克巴尔不会在这条蟒的肚子里吧？而蛇腹底下的一样东西更是将这个念头锤到了实处。蛇腹底下是一只靴子，家属认出这正是阿克巴尔的靴子。搜救队将网纹蟒杀死后，与村民一起将腹部剖开，阿克巴尔的身体完整地出现在了网纹蟒腹内，他早已气绝身亡。原来努尔在深夜听到的动静，正是网纹蟒攻击阿克巴尔时的声音。一般来说，大型的蟒蛇会将猎物绞死，勒断它们的脊椎和颈椎。蟒蛇的皮肤能够感知猎物的心跳，心脏每跳动一下，蟒蛇就越勒紧1寸。当猎物气绝时，再将猎物整个吞下。它们通常会捕食野猪、野狗等较为大型的动物，而茂密的棕榈林则是天然的捕猎场所。事件发生后，当地部门对棕榈林进行了封锁排查，并警醒村民外出割棕榈油时要结伴而行。有多项研究表明，人类对蛇的恐惧可能具有先天倾向性，这种特性通过基因和进化机制保留在人类的神经系统。毕竟在远古时代，死在蛇手上的祖先数不胜数。怕
是本能，而除了蛇之外，人类本能惧怕的动物还有很多，比如同是冷血动物的鳄鱼。作为柬埔寨吴哥窟门户城市的暹粒省，省周边有很多鳄鱼养殖场。鳄鱼全身是宝，肉和蛋可以食用，身上的皮可以用来做皮制品，所以当地有不少人都经营着鳄鱼养殖场。2023年5月26日清晨，暹粒省当地鳄农协会的会长72岁的栾南，如往常一样巡查自己的鳄鱼池。他发现有一条刚刚产完卵的鳄鱼正趴在自己的产卵坑上，他熟练地拿起木棍，半边身子靠在围栏上，向里倾斜，准备将这条鳄鱼驱赶走，这样好用网兜将鳄鱼蛋取出来。他用木棍敲了几下鳄鱼的身子，他始终不肯动，懒洋洋地趴着。栾南又探出大半个身子，打算给这条不识相的鳄鱼狠狠地敲一记脑壳。突然，这条母鳄一个转身咬住了栾南的棍子，随即一摆头，用力将棍子扯了过来。栾南在这个力度下无法平衡身体，扑通一声掉进了鳄鱼池里。巨大的响声立即引起了鳄鱼池里约40条鳄鱼的注意，它们一拥而上，撕咬着栾南，仿佛在分一块巨大的肉。一条鳄鱼咬住他的脖子，一条鳄鱼咬住他的胳膊，栾南很快就失去了生命迹象。当养殖场其他员工听到动静来援救时，看到的就是这么头皮发麻的一幕：鳄鱼池中的水被染成了红色，栾南的身体被多条鳄鱼压着，其他无法凑上去的鳄鱼则围着打转。远处的鳄鱼正在游过来的路上。当警方和救援队将栾南遗体打捞出来时，他一只胳膊已经消失不见，身上满是伤痕，几乎已经不成人形。后来在一条鳄鱼的肚子里才找到栾南的那条胳膊。栾南的家人痛哭不已，他们早先也劝过栾南，年纪大了就不要继续养鳄鱼了，可栾南总想多赚一些钱，为自己的子孙攒下基业。这已经是波班迭支村近年来第2起鳄鱼致人死亡的事件了。2019年，一名2岁的女童也同样掉进自家鳄鱼池，被鳄鱼吞食分吃。养殖鳄鱼让村民有收入，但如影随形的危险始终如一把利剑悬在头顶，等着惩罚那些不够小心谨慎的人。死于自家养殖场动物手上的案例不少，无论是用来做皮革的鳄鱼还是入药的蛇，这些动物本身就具有危险性。但美国俄勒冈州库斯县发生的一件事，让当地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杀人致死的竟然是这种不起眼的动物。2012年10月2日，库斯县69岁的农场主当泰瑞·加纳失踪了。泰瑞一早就出门前往他的农场，进行每日的例行工作，给饲养的动物喂食。按理说泰瑞会在中午返回家中，可他的家人一直等到了傍晚都不见泰瑞回家，于是他们前往农场寻找泰瑞，无论在山坡上还是草场里都没有泰瑞的身影。于是他们将目光放到了圈养着猪群的棚屋里，泰瑞并不在棚屋里，他养的10几头大肥猪正吭哧地拱着地，猪圈里的食盆干干净净，只有地上有一些零星的食物残渣。看来泰瑞已经喂过猪了，可他人又去了哪儿呢？这个时候，泰瑞的妻子丽莎眼尖地发现不远处的地上有一个白色物体，虽然混着泥土，但是她仔细端详后发现竟然是一副假牙，而她的丈夫泰瑞正好有佩戴假牙的习惯。一个不妙的想法在她的心头蔓延，她颤抖着身子向家人说了自己的猜想，家人全都震惊了，赶紧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来到现场后，进到了猪圈里，取出了那副假牙。经丽莎辨认，的确是泰瑞的假牙。警方把猪圈翻了个底朝天，在猪圈的角落发现了一些破碎的布料和一些人体组织，地上的泥土呈现深红色，凑近闻有股腥臭的血腥味。结合丽莎的猜想，警方不得不做了初步结论：泰瑞被他养的猪群吞吃了。家猪不似野猪充满着野性，每天就吃吃喝喝养膘，看着一副人畜无害、憨傻可爱的样子。可现在证据却显示，
这群体重高达300斤的猪将一个成人吃掉了。泰瑞的家人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年初的时候，泰瑞在喂猪时不小心踩了某头猪的脚，那头猪对泰瑞展示出了攻击性，它狠狠咬了一口泰瑞，所以警方猜测这次泰瑞很有可能是在喂猪时遭到了猪群的攻击，或者说年迈的泰瑞在猪圈里突发了心脏病倒下了，随后食不果腹的猪群将它吃掉了，当然也不排除他杀的可能。警方试图从多角度找寻泰瑞惨遭毒手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因为猪憨傻呆呆的，就对他们放松警惕是非常不对的。任何动物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况且猪还是杂食性动物，不是纯吃素的动物。常言道，猪会吃掉摆在他们面前的任何食物，只是不巧的是，这次猪面前的食物变成了人。虽然人类花了200万年的时间站上了食物链顶端，但这丝毫不妨碍人类依旧是某些动物食谱上的肉。把人类当作小点心的动物有很多，大多是肉食性的大型凶猛动物，比如老虎、狮子、豹子等猫科动物。它们捕猎的方式无非就是追逐、扑杀，而有一种大型肉食动物却恐怖得多，它会在荒野中直立起身子，在远处朝你招手，你以为是有人寻求帮助，靠近了才知道，一切都是他的伪装。你进入了他的攻击范围，就再也逃脱不了了。这样的真实的事件，俄罗斯人经历的可不少。2011年8月，19岁的奥尔加与家人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勘察加地区露营。傍晚饭后，他和继父伊戈尔一起沿着河流散步。他们散步1个多小时后，奥尔加突然发现昏暗的丛林里似乎有人在招手，他和伊戈尔走过去回应，却看到了惊悚的一幕：一头成年的黑熊直立起身子，足有3米高，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跑！继父伊戈尔随即转身急切地对奥尔加说。奥尔加吓呆了，愣了几秒才转身跑开。伊戈尔在他的身后跟上，两人还没跑出几米远，奥尔加就听到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他回头看去，发现伊戈尔被黑熊的大掌拍飞，黑熊乘胜追击，将伊戈尔按在地上开始撕咬他。奥尔加2条腿都吓软了，依稀听到伊戈尔微弱的声音让他快跑。他转身跑开，可腿像灌铅一样，根本跑不快。他才跑出去60米左右，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按倒在地。黑熊追上来了。奥尔加远在城市的母亲塔蒂亚娜突然收到了女儿的一通电话。塔蒂亚娜一接电话就听到女儿的哭喊声：“妈妈，妈妈，熊在吃我，我好疼，救救我，救救我！”一开始塔蒂亚娜以为女儿在开玩笑，直到她从电话里听到了熊的咀嚼声、低吼声，又听到骨头断裂声，她才惊觉这是真的。一时间她肝胆俱裂，她不敢挂断女儿电话，跑去邻居家借电话打电话报警，同时赶紧联系丈夫伊戈尔和同去旅行伊戈尔弟弟安德烈。伊戈尔电话打不通，在联系安德烈的时候，奥尔加的电话因信号终止断掉了。大约半小时后，奥尔加又给母亲打电话，她在电话里恐惧地哭喊着：“妈妈，熊又回来了，他还带了3只小熊，正在吃我，救救我，救救我！”塔蒂亚娜已经联系上了警方和安德烈，他们已经出去寻找奥尔加了。她只能一遍遍地安慰女儿不要害怕，马上有人去救她了。电话再一次因信号终止断掉。又过了半个小时后，奥尔加又打了电话来，在这通电话里，她虚弱极了：“妈妈，我不疼了，对不起，原谅我曾经做过的傻事，我爱你，妈妈。”这通电话再次断掉后，塔蒂亚娜再也没收到女儿的电话。安德烈带着警方找到奥尔加时，他浑身血肉模糊，早已气绝身亡。继父伊戈尔颈椎断裂、颅骨损失的尸体也在不远处被发现，同样被熊啃食的血肉模糊。当地警方最后派出了6名猎手击毙了这头母熊和它的幼崽。然而女儿临死前的死亡直播电话却成为塔蒂亚娜一生的阴霾。塔蒂亚娜精神崩溃，一度无法自理。她一遍遍地和旁人说起女儿的优秀，刚拿了驾照
学业有成的女儿璀璨的人生正要开始，就如一颗坠落的流星消失在无尽的黑夜里。同样因为动物失去女儿的母亲不止塔蒂亚娜一个，还有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19岁母亲贾伦·黑尔。2009年，贾伦带着2岁的女儿夏伊娜和她32岁的男友查尔斯住在佛罗里达州。17岁时，贾伦生下了女儿夏伊娜，没过多久便离开了夏伊娜的生父乔伊，和查尔斯厮混在了一起。成为母亲后的贾伦并没有变得靠谱，她和查尔斯都有吸食毒品的经历，长期滥用可卡因、大麻、摇头丸等毒品。儿童保护机构对他们能正常抚养夏伊娜表示怀疑，于是派出了调查员前往贾伦家里。调查员经过评估，认为这对情侣虽然有吸食毒品的前科，但他们是真心真爱夏伊娜，养育夏伊娜是他们还在努力工作生活的原因，于是便判定夏伊娜的家庭环境相对安全，并要求贾伦和查尔斯签署一份协议，承诺自己不在孩子面前吸毒即可。可调查员却并没过多干预这对情侣们养的宠物。时间来到6月底的一天，贾伦在哄女儿入睡后，便和查尔斯服用了一些飘飘欲仙的药丸，两人疯狂了一把后便陷入了沉睡。他们的宠物从电视机矮柜上的一个水族箱里爬了出来，水族箱没有盖子，仅仅用几个别针将一张被单固定在上面当做盖子，所以这个宠物很轻易的就爬了出来。它是一条2.6米长的缅甸蟒，也许是闻到了孩子香甜的奶香味，这条缅甸蟒爬进了夏伊娜的房间，爬进她的小床里，用比她大腿还粗的身体缠绕住了夏伊娜。当查尔斯次日10点醒来，前往查看夏伊娜的情况时，只看见他心爱的宠物正盘在他心爱的养女头上，而夏伊娜的面部、头部、手臂均有被蛇啃食的伤痕。夏伊娜早已气绝身亡。查尔斯暴怒之下将蛇摔在地上，用菜刀将其砍死。动静声吵醒了贾伦，当他来到夏伊娜房间时，看到的就是女儿冰冷的尸体，坐在地上哭的查尔斯，以及砍成几段的缅甸蟒。他昏了过去，查尔斯崩溃地报了警。夏伊娜的生父乔伊从俄亥俄州驱车来到佛罗里达，中途数次停车，哭得干呕。他曾经告诫过贾伦不要让蛇靠近夏伊娜，可一切都于事无补。经过警方调查后，贾伦和查尔斯因过失杀人罪被判12年监禁。乔伊将儿童保护机构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玩忽职守，没有将蛇列为威胁，依然允许贾伦·查尔斯在养育夏伊娜的过程中还养着蛇。但儿童保护机构坚称夏伊娜的死亡无法预防，不负责任的母亲贾伦应该负全部责任。许是赔偿到位了，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可年幼的夏伊娜再也回不来了。孩童夭折从来都是令人痛心的，他们还没有领略世界的美好就闭上了眼睛。在印度村庄里，有不少孩童的生命安全都受一种动物的威胁。年幼的孩子在庞大的他面前不堪一击，甚至连逃命都做不到。每年都有几十个孩童丧命他手。这个动物就是大象。在印度，大象曾被视为智慧与力量的象征，是神明的坐骑，也是王室威严的象征。然而，随着人口激增，森林消失，人与象的关系从敬畏走向敌对，演变成一场持续数百年的生存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最脆弱的受害者往往是孩子，他们来不及逃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父母崇拜的神圣的动物会突然变成夺命的巨兽。2023年7月，在阿萨姆邦的莫兰村，5岁的拉朱在自家后院玩耍时，听到屋后的林子传来了一些动静。他好奇地走上前去，从林子里走出来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他面前，那是一头大象。小拉朱经常在父母祭拜的庙宇里看到大象的图腾，他对大象十分感兴趣。可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大象，大象就以一种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他面前，撞倒了他。大象笨重的脚就这样踏碎了小拉朱的胸膛。等到父母听到动静来到后院时，小拉朱已经丧命于象足。原来这头大象因栖息地被茶园侵占，
多次闯入村庄觅食。听到人类的动静，大象慌乱地乱窜，最终在恐慌中夺走了一条幼小的生命。同月，该邦另有3名儿童死于类似事件。据阿萨姆邦森林部门统计，仅2023年就有至少17名儿童死于向西，最小的受害者仅2岁。在贾坎德邦的拉特加里村，愤怒的村民曾放火烧死一头母象，只因他踩踏了一名6岁女孩。然而，悲剧并未结束，象群随后展开报复，摧毁了半个村庄，又造成2名儿童死亡。村民们抹着眼泪痛哭，他们也不想伤害大象。但是当孩子们被踩死时，谁能够保持冷静呢？尽管一些村庄开始采取措施，建立儿童安全屋，在象群出没时鸣钟预警，也教育孩子们如何躲避大象。但每年雨季大象迁徙之时，总会有悲剧发生。在体型庞大的大象面前，它碾死人类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可不仅庞大的大象会致人死亡，就连一只手就能抓住的小动物，也同样有可能置人于死地。2019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马文拥有一个农场。这天早上，他打算去农场里逮一只食火鸡，今晚烹饪好后招待朋友。就在他抓食火鸡的时候，这只半人高的食火鸡突然对他发起了攻击，强有力的后腿猛然踢向马文。他的脚有3个脚趾十分尖锐，很快就划破了马文的腹部。食火鸡猛然一踢，让马文受到了惊吓，他向后仰去，身体无法保持平衡，砰的一声，他摔倒了地上，后脑勺狠狠磕在地上。那只食火鸡并没有因为马文摔到了地上就放过他，他疯狂在马文身上抓挠，锋利的嘴巴朝马文的脸上啄去。等到人们发现时，马文已经奄奄一息，送往医院没多久，马文就不治身亡。食火鸡也叫鹤鸵，是鸵鸟，而苗和美洲鸵的近亲。最大的食火鸡可长到1.7米，体重140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之一。食火鸡伤人的记录非常多。1999年的一项研究中统计，该州共发生221起食火鸡袭击事件，其中150起是针对人类的。本以为自己是猎手，食火鸡是猎物，但锋利的爪子让食火鸡瞬间扭转局势。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体型小的动物放松警惕，它们也有伤人致死的可能。而且有些小体型的动物对人造成的伤害并不是通过暴力行事，而是通过毒素致人死亡。身上带毒的昆虫类、两栖类动物很多，比如蝎子、蜈蚣、箭毒蛙等，它们的长相看着就不好惹，人们看到也会敬而远之。但有一种动物则很容易让人降低警惕心。当人们在浅海游泳、冲浪时看到它，还会很高兴。它像一团果冻，有时候还有明艳的颜色，游动时的姿态也很美丽，让人忍不住想要触碰。那就是水母。这时候有熟悉大海的朋友可能会说，水母蛰人可疼了，得痛上好几天，看到水母可得远离。但你知道吗？蛰人后能让你疼几天的水母可能还是好水母。有一些带有毒性的水母，蛰人一口，几分钟内就能让人心脏骤停，严重时可以致人死亡。2022年2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14岁少女索菲·利纳姆在浅水区游泳时，她看到了一只可爱淡蓝色的水母。它个头不小，形状像一个箱子，触须随水波飘荡着。在游泳时碰到这么一个小伙伴，索菲很高兴。她并不打算打扰这只小精灵。索菲观察了他一会儿就往前游去，然而这个小伙伴却不想让索菲走了，他的触须缠住了索菲的脚。索菲的朋友突然听到一声大声的尖叫，他回过头去看到索菲痛苦的面容，她在水里挣扎，还不停想要抱住自己的脚。意识到不对的朋友赶紧通知了大人。尽管被紧急送医，索菲仍在30分钟后因心脏骤停死亡。蛰死索菲的水母是澳大利亚箱型水母，是浅海的透明杀手，也是世界上最毒的生物之一。它的触须上生长着数千个储存毒液的刺细胞，
毒液里的神经毒素可让人在2至5分钟内呼吸衰竭、心脏骤停。过去40年，澳大利亚至少有79人死于箱型水母袭击，其中近半数是儿童。除了箱型水母，还有一种僧帽水母也很毒。2018年，23岁的法国游客露西·布兰查德在泰国浮潜时被僧帽水母缠住手臂，他挣扎上岸后全身抽搐，送医途中呼吸衰竭死亡。当地的潜水教练称，很多人浮潜时以为水母只是一个塑料袋，伸手去拨的时候就被水母蛰了。在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许多海滩免费提供醋来中和箱型水母的毒素，但仍有大量游客因无知丧命。正如海洋生物学家丽莎·葛斯登所言，水母的美丽是进化出的致命陷阱，人类只是不小心闯入了他们的战场。潜海的危险可远远不止水母。当你在轻松享受浮潜、冲浪、游泳时，水面之下很可能有一种危险正在默默盯着你。北美票房首部过亿的影片名叫《大白鲨》，说的正是大白鲨袭击人的故事。而后这个经典的故事素材被反复翻拍，大白鲨也成为了无数人的童年阴影。现实里，大白鲨是海洋中最致命的掠食者之一，尽管它们很少主动攻击人类，但当人类误入其领地时，惨剧往往在几秒钟内发生，许多受害者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拖入深海。2022年7月，西澳大利亚州35岁的冲浪爱好者保罗在珀斯附近的微起角冲浪，阳光正好，脚下的海浪速度适中，这样保罗非常愉悦，尽情享受着冲浪带来的快乐。而层层浪头的后面，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当一个大浪掀起来时，保罗刚稳住脚下的冲浪，就看到海浪中有什么东西冲了出来，一头大白鲨向保罗游去，将他连人带板咬住。这一幕惊呆了同样在冲浪的保罗同伴，他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看到保罗消失在浪花里。同伴焦急地寻找保罗的身影，大声呼救着。其他目击者看到这一幕也围了过来寻找保罗。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不远处的水面竟然泛起了猩红色，他们大声呼喊保罗的名字，还拿工具拍打水面下退鲨鱼。当一艘冲浪艇开到血色海面时，果然发现了不省人事漂浮着的保罗。尽管大家拼命将他拖上岸，保罗仍因失血过多死亡。西澳是全球大白鲨袭击热门地点，过去10年发生18起致命袭击。2023年12月，南非著名旅游海滩菲什湖克也发生了大白鲨袭击人的惨剧。一名英国游客在其腰深的水中被大白鲨拦腰咬住，目击者看到鲨鱼咬住他后疯狂甩头，内脏都流出来了。哪怕救援队3分钟内赶到，受害者仍当场死亡。近年来，大白鲨袭击人的事件频发，专家称过度捕捞、海洋环境恶化导致鲨鱼食物短缺，可能迫使其靠近人类活动区。所以人们在浅海游玩时千万避开危险水域，也不要穿亮色泳衣，容易被大白鲨误认为是鱼群。也许有人会说，人类对海洋的探索还少之又少，来到大海这样宽广的陌生的环境，本就应该心生警惕，做好万全之策。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但同样的，千万不要以为熟悉的环境自己就可以掉以轻心。美国德州洛萨诺市农民罗赫里奥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农民罗赫里奥每天都会驾驶拖拉机在自己熟悉的田间劳作。这天，他驾驶拖拉机来到田间的某处灌木丛，他想开着车将灌木丛推倒后自己再下车清理。他看这堆灌木早就不顺眼了，今天终于有时间好好清理一番了。当他的拖拉机碾上灌木丛的一瞬间，他就感觉自己眼前一黑，无数密密麻麻的黑影向自己飞来，耳边都是嗡嗡声。他吓得赶紧跳下了车，想要跑向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些杀人恶魔却不肯放过他，他们倾巢而出，紧随其后。没错，罗赫里奥惹上了杀人蜂，这群杀人蜂开始蛰咬他。罗赫里奥跑着跑着就感觉自己的双腿没了力气，手脚开始麻痹，
也喊不出救命。在跑了差不多100米后，他一头栽倒在了自己熟悉的田间。等罗赫里奥的家人找到他的时候，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蜂群大部分杀人蜂虽然离去，但还有不少杀人蜂盘旋在他身边。罗赫里奥全身布满撕裂伤，还伴随着红肿流血，眼耳口鼻处爬满了杀人蜂，身上至少被蛰了几千下。他的面目狰狞痛苦，奄奄一息的他甚至连痛都喊不出。尽管家人第一时间将罗赫里奥送往医院，但蜂毒早就随着血液进入他体内，造成了器官衰竭、呼吸衰竭的症状。罗赫里奥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后来，杀人蜂是普通蜜蜂与非洲蜜蜂杂交后的致命变种，攻击性极强，一旦被激怒，会倾巢而出，追击目标数百米。杀人蜂对震动极其敏感，脚步声或机器噪声都可能触发攻击。美国每年都会报告50起以上严重蜂群袭击事件，以农村地区最危险。这也提示了人们在前往野外时，千万注意不要随意惊动灌木、草丛等隐蔽处，也不要喷香水，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一旦被蜂群攻击，赶紧寻找密闭空间躲避，保护好头部、面部。从印尼棕榈园的蟒蛇吞人，到印度村庄的大象踩踏，到西伯利亚的黑熊吃人，从浅海水母的隐形毒刺，到大白鲨的血腥袭击，从家猪啃食到火鸡啄人，从鳄鱼撕咬到蟒蛇绞杀，最后再到杀人蜂的复仇。这些悲剧背后反映的是人类与动物该如何和谐相处的命题。不要觉得人类是食物链的顶端就对弱小的动物掉以轻心，也不要傲慢地认为人类可以肆意征服自然。我们砍伐森林，污染海洋，侵占荒野，却忘了野生动物同样会为了生存而反击。大象会因森林砍伐而闯入农田，鲨鱼会因食物短缺而靠近海岸，水母会因海洋变暖而大规模繁殖，杀人蜂会因人类入侵而狂暴反击。这让伤亡的数字触目惊心，每年数万人死于各种各样的动物袭击，而人类的反击同样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死亡。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唯有平衡与共存才是出路。人类并非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唯有学会敬畏与共存，才能减少这些血泪交织的悲剧。